敬的索达吉法师，尊敬的老师、同学们，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和热带雨林的减少，江河湖泊及海洋污染等大范围的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近20年来，尽管提出了环境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但都没能改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重等状况。人类需要反思，提倡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缓解资源短缺和减少环境污染。今天，我们广西大学环境污染预防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有幸请到马尔努武明佛学院著名法师索达吉法师。索达吉法师是国际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精通显密教法，早年随金美彭措法王环球弘法，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法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创建知名学校、敬老院，资助贫困大学生等，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索达吉法师近年来应邀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科技园、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演讲，为知识界和佛教界的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今天，法师将用佛教思想给我们诠释佛教的低碳才能低碳的生活理念，将引导我们认识心灵的选择与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明确净化心灵必将减少人类过度开发和利用资源，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我们秉持广西大学勤恳朴诚、后学自新的校训，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和交流，开展教学改革，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开拓学生的眼界，引导学生树立创新的思想。今晚有机会聆听索达基堪布的心语，希望大家能从心灵上体验低碳的新理念。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索达基法师给我们讲演。我们广西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有幸来到广西大学，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真实的给大家的研讨之前呢，我有一个简单的感想啊，有一个是比较不太开心的，一个是开心的，然后我想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完了以后进入我们的主题。首先我说不太开心的是呢，我是这次第一次来到广西大学。但是这个南宁呢，在15年前的时候我来过这里。我来的时候，当时跟我的老师，跟我的师父，非常著名的法王金美彭措啊，一起来到这里。当时我当翻译，也当使者。我们在这个永江旁边，大概是住了7天啊，就是当时。我们的上师呢也给大家讲过课，后来呢在这个青山江边呢也开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吧，就保护动物的所谓的放生的这样的活动。昨天我到了这里以后呢，心里面有个很沉重的感觉，因为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世间了。15年过后呢，我到了这里的时候，在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的行住坐卧当中啊，经常浮现他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给我
留下来的这些教研，留下来的这些非常珍贵的人生真理呢，我一直在脑海当中就是始终是流连忘返。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你们也是拥有过许多非常慈爱的老师，老师给我们留下来的真正的这些言教，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它是比什么都珍贵。当他拥有的时候呢，自己的是不觉得它的价值是如此，但一旦自己的老师离开了，或者说已经自己跟老师不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经常就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呢也是永远就是会铭记他老人家的非常深深的这些跟我们的人生的这种启迪教研。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有兴趣的话呢，也经常学习像他老人家给世人留下来的这些珍贵法语这个法语当中呢确实是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来讲呢，可以学习，可以呢去结束这是我一种感想。第二种感想呢，我还是很开心。开心的原因呢，我们这个广西大学的包括今天在座的个别老师就有些老师的话呢，我跟20年前的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佛法，这个寻找这个心理的奥秘万物的真相在这方面是有过共同的交流就互相认识。我到了这里以后呢，也是跟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和这些老师呢，一直是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呢就不断的在这个前行研究探讨寻找这个心灵的这种这个深深的它的这个奥秘。所以呢我想对学知识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的态度。我们有些人呢不管是研究一个课题也好，或者说学习一种知识呢暂时有一种热血沸腾，但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销声匿迹就这种态度呢，我觉得是不太好就囫囵吞枣，就是这种态度呢是不太好。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在座呢，就是也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因缘那么下面呢我想首先就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预防这个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就是相关在这方面的佛教的这个低碳态度就是低碳态度。那么这个问题呢当然是课题是非常大的，所以包括我讲者呢，就是人也是很渺小的。那么我们要所做的非常庞大的这个项目或者工作的话呢，当然是不一定能现实。但是呢，我在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都是有知识的、有理想的、有远大目标的这样的人。那么每一个人呢，应该塑造自己的人生观的同时呢，需要考虑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共同先要这个认识到如今这个环境污染方面呢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个广西大学呢这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就是不断是整个这个在很多大学里面也好，就是包括整个亚洲都是应该是这方面是具有特点，也是有一定的研究。那么我个人就今天穿着这种衣服，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然后呢跟这个你们这里有些是也许有佛教徒，也许是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谈信仰，就是谈这个学术和价值观。那么这个时候我站在一个出家人，我站在一个佛教徒的这个立场上，然后
我看看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你们可能认为，这个佛教徒呢不是在寺院里面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念他的阿弥陀佛。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跟这个环境呢，完全是一种这个与世隔绝啊。怎么回事？他跑到跟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的场合当中呢？就是互相就是交流，就是也许可能有一些人呢有这种想法。当然，我们这个佛教的思想呢，可以说有小乘和大乘就是两方面的。如果是按照小乘的一些南传佛教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佛教呢，就是自己得到解脱。大多数都到这个深山里面去这个自己的这种求一个解脱。在他的行为当中呢，包括这个戒律就是非常的有一些严格的就出家人念那个经前的不能摸就是为了自己的贪欲的话呢，就是出家人的一些戒条当中的念经子的不能摸，就是这么一个戒条。那么在大乘的这个戒条当中的话呢，跟这个不相同的，因为大乘的这个佛教的精神或者是他的思想呢，不单是考虑要自己的解脱，还要考虑跟很多众生、很多生命呢，从痛苦的挣扎当中要解脱出来。要这方面只要是有理的话呢，那么很多行为呢，是不单是开许的，而且呢，必须要去做。所以，现在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在这个汉传佛教呢，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有所了解，就是叫这个大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的话呢，实际上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大家共同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自己念佛，或者是自己烧香拜佛而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应该说是对世界最关键的。人类最痛苦的、最危急的有些问题呢，大家要共同思考、共同探讨，是这么一个理念所在。所以呢，我自己认为是对这个环境保护对这个环境污染方面的很多问题呢，不但自己认为是自己有这个一定的责任，我也是在这个地球上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71这个人就是71%我也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其中之一。那么我有我的这个责任我有我的责任。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呢，跟我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穿着不同，只不过是我们的可能生活的有些习惯上面呢不同，这是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有些不同的。但是我们所求的目标呢，应该说是你们在这里毕业出来，你们到了社会上呢，你的目的是这是一个为自己的家庭，这是为个人的一个快乐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就是愿望呢，还是要为整体、为社会、为整个人类乃至这个全世界呢，做这个力所能及的一些事。这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我只是一个自己的一种这个小小的这种这个理想的话呢，那么在实践当中来讲，也是只是一个可以说是小人之举，并不是君子之举。那么在这样的话，我相信呢，我们在这里这么大的学校的一个师生呢，就是应该是对这个环境是非常这个关心的。所以我也是跟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而且呢，就自己有一定的这种兴趣就是兴趣。我也参加过很多论坛，也跟这个个人和一些学者呢，就是也经常就是探讨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也在思考就是我们藏地的这个环境污染，就是如今变成了什么样？汉地的环境污染已经变成了什么样？那么以前就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从小到这个生活呢，有所这个了解。那么以前到现在，就是变成了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一个人的时候也经常思考着。那么我的这个思考呢，可能跟你们也许是不一定是相同的，也许呢有些地方就可以相同的。我的思考的方式呢，我首先就是会认识当前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大家就是在世界上呢，都是公认的。比如说这个水源的这个污染呢，水源的污染呢，就应该来讲是现在是非常这个严重的。据可靠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通过研究的报告当中显示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个70%的这个水啊，全部都是这个已经被污染了。前一段时间我在上海有一个仪器啊。就是有一个仪器，那么这种仪器呢，就是让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的话呢，就是大概是30%的这个里面的都是沉淀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杂质，看到以后都是特别可怕，就是不敢喝一样的。然后这种仪器放在那个矿泉水里面的话，那比较而言就是还稍微这个好一点的。那这么多的沉淀的这么多的一些就是杂物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肝和通过我们的肾呢，就是进行这个排毒啊。那这样的话，人体的这个负担呢也是相当大的。但我们现在很无奈，就是不得不喝。不喝的话就是咳嗽，没办法的。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什么样？就是大家也是应该这个清楚的啊，就是像我们汉地的话，很多城市呢，就是确实如今这个水啊污染的非常严重。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呢，它是在其他的一些星球上看的话，是一个蓝色的就是球啊，就是这个水大概是70%的这个整体呢，就是全部都是水啊。那么这个当中呢，真正我们饮用的水呢，就是少部分，尤其是我们饮用的水呢，就是当前来讲，大多数都是像那个青藏高原就是珠穆朗玛峰，就是是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在那边流下来的，不管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有这个恒河也好，就是亚洲的好多江河呢这样。那么逐渐呢，就是这也是依靠这个现在的工业革命的开发，依靠现在的这个投资贸易跟结合起来的时候呢，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一定的这个染污。所以从这个水的污染方面来讲，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机。然后说这个森林的这种锐减方面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棵树种的话呢，那么这个树就是长大就需要几十年。在我的家乡，我以前小的时候还没有读书，大概是可能10几岁的时候，经常去放牦牛。放牦牛的时候，就是好多山上呢，就是刚刚种的有些小树到现在的话呢，就是大概是1层楼那么高，就是但是它还没有变成了参天大树，没有变成参天大树。那这样的话，这个一棵树的这种成长的话呢，就是需要就是几十年需要。可是我们要砍伐的时候呢，就是几秒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就是砍伐。正因为森林的这种砍伐非常多的原因呢，如今在实践当中的各种洪水各种灾难呢，就是也是与之有关系的。这不仅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可靠的这个证据，甚至现在的这个科学家也是在认为最近这个云南就是云南有些资料当中就是显示的说是这个大概是230多万人呢，就是处于这个非常这个危机的时候。有些资料当中说是将近5、6万人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云南这边的很多的这种干旱呢。许多人就是我也比较关注，认为是这个从印度尼西亚那边的很多的制造，就是造纸的这个厂就是世界最大的厂也是就是在那边。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要造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要大量的这个砍伐一些这个森林，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非洲像那个非洲的话呢，大概1000万人。就是1400多万人呢，如今就是面临着特别就是缺乏粮食，甚至有100多万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营养不良，就是许多人就是导致死亡。全世界人呢，现在是已经这个无济于事，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的话呢，那么相关的这种资料当中也说是这是因为过度的这个砍伐这个森林等等，就是这个水呢就是全部流失，没办法有个沉积。那这个实际上这是部分的地方。我自己就是也许是可能就是愚者的这种怎么说就是这个杞人忧天的这种想法吧。也许是这是对将来的整个还没有就出现这样的干旱的地方呢，将来也是会不会我们人类肆无忌惮的这样的
破坏我们的这个自然，破坏我们的矿产的话，还要层出不穷的啊！包括你们在座的，在这个还没有离开人间之前的时候呢，也会不会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这个灾难？包括还有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氧层的这个空洞也是非常的严重啊，非常的严重。这个本来我们这个地球的外壳呢，就是有臭氧层，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的生物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据现在地质学家这个认为的话呢，就是那么很多这个漏洞排出，那么紫外线呢，就是直接摄入到，就是包括南极、北极，以及到我们这个上面的很多的这个生物的这种身体上面了。那这样以后呢，就是导致就是出现种种的这个疾病等很多很多的灾难呢，就是层出不穷的这个出现。这个土壤的这种破坏就还有这个矿产就是挖掘这个矿产这也是在各个地方像我们青藏高原和在很多高原上的这个铁矿煤矿还有这个金银财宝等等，就是这些挖掘以后的话呢，那么变成了什么样就是大家应该是清楚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许可能你们没有这么关心我现在呢就是只关心的钱，我现在呢就是只关心的我的找工作问题，我现在呢就是只关心我找我的这个其他的就是比较这个愿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想法。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关心世界大事。有些人是生来的是也有这样的。其实呢我想我们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管得过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这个管整个世界，管整个人类的这种百姓也好，或者说是你有这样的这个智慧，就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将来我们所学的很多的这个知识呢，就是跟这个完全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出发点来就是进行这个运用。这是无论是在社会当中还是在其他这个阶层的话呢，都不是很这个理想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个先应该这个认识当前的这个环境就处于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一点要认识。那么我觉得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当然是也有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贪欲人的欲望就是越来越就是长大，越来越膨胀就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也就是说高贪，就是我们这个贪欲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我们的这个贪欲呢，就是跟这个不知节约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浪费的特别可怕的。前一段时间我在汉地的一个城市里面过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鞭炮烟花那就是这个确实是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好像是我当时在想，就是是不是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那个枪声也是会不会这样的？按理来讲是人们就是觉得这是一种过年，一种快乐，一种享受。可是呢，在这种这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么出现的声音呢，就一直是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可是这样的这种鞭炮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首先就是它的来源，那么对整个这个增加了许许多多的这种资源就这些资源呢，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为了听到一种这个比较奇妙的声音，或者是看到一个比较精彩的彩虹呢，就用了多少的人力，用了多少的资源。那么完了以后呢，就这些回归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时候呢，有在这个回收方面就是又增加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经常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省的话呢，那么就是甚至在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多少个垃圾，有多少个财物呢，就没有什么这个用的而浪费呢你们不知道就是在这方面想过没有？就是还有我们很多人就是包括这个吃饭的时候现在稍微好一点，
就那个跟这个西方国家相比较起来的话，以前就是特别可怕，尤其是中国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请客的时候啊，为了面子，就是在餐桌上是剩特别多的话呢，就是觉得自己很光荣，然后呢，就吃完了以后全部都是扔掉，就全部都浪费了啊，那就是比这个浪费的呢，就是比吃的还多。现在很多人这个意识呢稍微有点转变，但是呢也是比较这个上层的，有一些包括一些领导啊，有一些企业家，那他们是为了面子。就是所有的这一餐的话呢，那么就是一餐大概可能有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真正你能吃的可能是有几百元钱的这个食物啊，这也是一种浪费的这种这个欲望啊，就是特别的庞大，就可怕。包括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你们都想一想，以前在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比如说一件衣服啊。一件衣服的话呢，它已经穿烂了以后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那个坐垫，然后当着坐垫以后用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这个粉碎，然后呢就是跟这个泥土一起刷，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做那个枪啊，就是做枪啊，就或者的话呢把这个水呢就是在其他地方就是使用起来。我们在藏地的话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种观念，但现在是什么样呢？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好像这个衣服的话呢，就是不断的换，而且要求是它的这个品牌很高啊，就是这样的话是认为是自己是一个象征的啊，就尤其是我也知道很多这个一些大学生的这个心态啊，大学生的心态有些地方特别不好。该学的一些知识呢，他们都没有学，就每天都是懒散的，就是每天都是有一种迷迷糊糊的，把这个大学的时间呢就全部都浪费掉。不需要的竞争的地方呢就有很多啊，你穿了一个很好的名牌的衣服，我也穿一个名牌的衣服；你带着一个特别好的手机，我也卖一个手机；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教授，我也。现在很多大学的这种风气啊，就是并没有用在这个有用的知识上面，很不好的呢。就是在这个竞争这个衣服上面，但竞争衣服以后呢，最后啊，你用的是什么？就一个学期里面用好多的衣服，有钱的人呢，不断的换。我以前了解过一些啊，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有些人一个人的是有这个好几百套衣服啊，自己用也用不完，但是也没办法。有一些稍微穿了一两个月以后就直接扔掉，多么的浪费啊！我们想一想，一件衣服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资源的来源，一根毛一根线，那这个来源是什么样的？来自不一的。像古人的话呢，1厘米也好，就是一根线的话呢，那有一种这个珍惜惜福报的这样的一种爱心。可是现在人有没有啊？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话呢，每天都是对这个浪费觉得是很光荣的，节约呢就是觉得是很耻辱的啊。谁会节约？谁会穿一个啊？就很长时间穿一件衣服的话，哇，认为是这个人可能有问题的，或者他们家里是不是特别贫穷啊？现在的这种观念呢，好像你对这个节约的理念越来越好的话呢，就是别人的是看不起，别人的是对你这个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看法，是这么一个时代。那这个问题，这种这个想法呢，就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认为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啊，就不合理的。我们这个佛学院里面的是很多的一些老法师，他们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件衣服都是有好多年了。以前我们有一个老法师，他87年的这个衣服啊，87年的衣服呢，就是现在一直这个用着。我跟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说是堪布吧，就是这个堪布，就是他的以前我们刚就是去佛学院的，大概是他去的比较早，比我去2年，就是大概是去早2年，就是大概是82年去的。82年，他那个时候的一个茶壶呢，就是现在的还用着，就是还用着。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是一直是有一种攀比的心。这种攀比的心呢，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意义？这个上面是真的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好，对你的这个知识也好，对你的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当方面就是有利益的话呢，都可以。可是呢，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些这个学生的家庭呢，并不是那么富裕啊。我们的这个父母呢，就是给你寄一个钱，也是他们的这个来源呢，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即使你有钱的话呢，那么这个钱也是血汗的。我们就为了一个竞争，为了一个好看，为了一个就是跟别人就是攀比而不断的在家里这个挖空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个人？有时候的话呢，我就想到，就现在的很多人呢，对父母的这种可能这个孝顺也好，感恩之心的话呢，越来越淡薄。当你自己就是父亲母亲的时候，当你所有的这些钱财和这些掏空，就是你要养孩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可能知道说，原来做父母是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啊？就我们当地有一种俗话叫做是这个母亲这个水是心什么自心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母亲的这个心呢就是很柔软，就是像水一样的，而孩子的这种心呢就是很坚硬，就像石头一样，就无所谓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你当孩子的时候还不发现，就是当你真正自己当父母的时候，你却发现那个时候你回顾一看，你的父母呢就是已经离开了人间，你想感谢他，你想报答恩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欲望就是导致的。当然，以前那个前几年好像是07年吧，就是联合国不是联合国那个诺贝尔获奖者美国前总统戈尔，他就是有一本呢，就是叫做是濒临就是失衡的这个地球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文明与地球这个冲突的主要原因呢有3个方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人类的这种这个就人口的这种暴涨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科学技术的这个革命，还有第3个呢就是自然观的这种改变其中呢就是认为是科学革命的技术是可能占主要位置，但我认为呢他说的这3点是确实是对的，就是现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文明就是与这个地球就是失衡的关系非常严重的也许你们可能确实我刚才说的很多同学呢就是可能没有关心过，很多老师的话呢我也相信这方面是关心的非常好，就是但是呢我自己认为呢，就是他说的第三点当中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这种每一个人的思维呢，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并不是悲观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的，我应该看问题呢，就是还是也是比较这个正面的去了解。现在我们社会呢，需不需要吃饭、穿衣服，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交通工具和信息工具要不要呢？这是确实要的，要跟着这个全人类、全社会、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点没有的话肯定不行的。但是也要有一个介质，也要有一个限度，不能就是无边的去这个增长这种贪爱，增重你的这个欲望。如果你的欲望是非常非常大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所有的这种金财你一个人拥有就是以前佛陀在佛经里面就是讲过，说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金钱，你一个人拥有的话呢，那么你也就是觉得是不多，我还是不够就还是不够。欲望特别大的人来讲，比如说100万的话呢，欲望大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小数就是100万呢，就是买一辆轿车的是买不够，就觉得是就是没有什么用的。那1000万够不够可能很多同学觉得是1000万有的话，我肯定够，就是我可以花的够。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呢，你不够你有1000万的话，那就是现在很多大老板都是买一块地还不够，就是在银行里面还要借，就是可能500万就是贷款，就是然后那你有1亿个人民币够不够呢？还是不够。你觉得是可能要1亿个美金，就是那这样的话稍微够。那有1亿美金够不够呢？还是不够。所以我们的欲望呢，就是不断的这样就原来很多城市里面有1辆自行车的话，大家都觉得特别高兴就很多人都觉得谁有了自行车。我的家乡这样的，有一个人买了这个自行车，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到哪里去就是照相，就是把这个借用这个自行车来就是开始这个照相后来就是有摩托车了，摩托车的时候呢，也是全村里面的人来就是跟这个摩托车一起这照相我好光荣后来不行呢，就是有这个其他的什么乘安车就是这样那
原样的。我们很多落后的地方的话呢，那么就是绝对是有了一点点的这个财务呢，绝对是很光荣。可是你越有了，你的贪欲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以前那个这个印度这个圣雄甘地啊，他也说过，这个地球的话呢，对给我们提供的这是一个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提供的，但是它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啊。确实，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啊。以前有些也是说过，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人们呢，能就实现小康社会，真正是到就是像美国的这种生活水平的话呢，那么有20个地球的资源的话还不能足够啊，有20个。可是有没有啊？地球只有1个，地球上的这个资源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说是有限的。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个青藏高原的话呢，原来就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啊，就非常的这个美啊，非常的美。现在呢，就是这个尤其是17世纪以来，就是这个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这个进入这个中国。过后的话呢，就是现在不断的退化，不断的就是开始这个开发以后的话呢，整个天空呢就是全部都是密布的乌云雾气啊，就是地上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就完全都是变成了一种这个黄土啊。你们知道，就是现在从微信上看的话呢，现在正在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的那些地方的话，完全是变成了一种这个荒漠，又完全变成了一种这个红秃秃的，就这样的这种，这是于什么呢？其实人类就是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啊，作茧自缚。我是这样认为的，应该是不过分的，这是非常一个正面的这种观察。像古人的话呢，他对环境的这种保护和贪欲呢，并不是很大的。比如说他去钓鱼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去那边就是去钓鱼，就是钓的最多是一个湖里面就是拉来做的啊。那现在不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有特别大的这些这个仪器啊，来这个千百万的，就是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呢，全部抓来就是开始吃了。现在就是很多统计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物种的话呢，平均每天的是有70个物种都是在灭绝，平均每小时的是好几种物种呢，就不断的灭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这些这个水也好，地也好，全部都已经污染了。然后所有的这个海里面的虚空当中飞的，包括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些动物啊，就是这些物种呢，就是全部该吃的吃，该抓的抓。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别的到国外，就是也是包括别人的这个野生动物都就开始这个抓吃啊，就是最后这个全世界都开始这个说谈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该吃的吃，该抓的抓，就是那一点这种这个道德和良心的没有的话呢，到人类就是最后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就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认为地球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呢，我们人类应该可以。其实我们人类呢，不是地球的主人，应该说是动物是地球上的主人。按照这个很多的这种学说来看的话呢，那么地球的生命是46个亿年。那我们人类呢，就是后来是多少年？大家都是学历史的，应该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认为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去这个贪欲的话呢，那这是确实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不合理，我们怎么样对峙？怎么样就是低碳呢？我认为这个低碳的方法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说实话，就是现在很多的，就是包括环境保护的，就是很多组织呢，就是也采取了相当多的这个办法的。但最根本的，按照这个佛教里面就是所讲到的，我们的心呢，就是应该就是稍微有一点调整过来。心如果是欲望这个减少了，贪欲减少了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是所谓的这个低碳呢，就是可以就是成功，可以这个实现这一点呢，恐怕在座的各位呢，应该要这个想一想因为为什么呢？佛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说了，说是这个知足之人随我这个地上尤为安乐不知足者
随处天堂一步成一，一步成一，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有知足少欲的满足感的，那这样的话呢，即使你睡在这个地上的话呢，那么就是特别特别的这种快乐。我们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的话呢，就是有些吃的也是一般的，穿的也是好几年当中是一件衣服，住的也是一个平稳，但是过的生活没有压力，没有痛苦，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欲望就一直唱的这个歌声。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电视频道上面呢？就是他们的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些山里面的歌声是那么的动听，那么的这个就是悦耳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欲望，没有欲望的人的这个微笑呢，就是非常灿烂的。他发出来的这个歌声的话呢，就是应该可以回荡到这个山谷当中的如果我们在欲望和痛苦和还有一种不满足感的这样的这个压力下所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比较这个奇怪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是要有一种满足感就是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的话呢并不是你光是想一想就可以了在座的各位还是以后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可能要去这个训练。怎么训练呢？训练的话呢，那么按照这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有些道理呢，我觉得是要了解好一点这样了解呢，对你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有所帮助。也许你们讲这个佛教徒是不是来这里让他就是宣传我们，就好像搞这个传销一样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学佛，就是不是这样的。真理就是在哪里都是它有这个有它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不需要来就是给你们这个推荐。但是我自己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所了解的这个就是价值来想的话呢，我很希望你们很多人呢，应该从正面来去这个看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的这些教义的话呢，并不是现在有些人就是所想象的那样的特别的这个简单的。的确是我个人在研究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看了以后尤其是这个佛教的最深的那些学问的话呢，很多现在年轻人都不懂就是包括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所讲到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些意识佛陀在《毗拉耶经》里面怎么样讲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整个这个运作方式的话呢，就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就是2500多年前2500多年前，佛陀有这么大的这种智慧呢，就是现在人类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很多人才这个发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天文学里面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运转和这个月亮包括这每个月的日食这个什么时候月亮是圆的，那么就是一年当中呢，就是有多少个日食月食那么他们的这个转绕和我们为什么能看得到这15的时候呢，就是月亮是圆的，而30号的时候呢，就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些都是不依靠任何的仪器佛陀当时在这个南方密集他就是宣说了十轮金刚，宣说十轮金刚里面呢，就是完全的是让我们就是可以推测出来。你们想一想，佛陀的这种智慧是什么样的这是对天文学的。同样的，对这个物理学的话呢，包括这个爱因斯坦和牛顿他们所发现的这种整个这个物理系的比较这个细微的就是量子力学的这些道理的话呢，那么更确切的道理呢，就是已经说了就是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这个是我们在其他的论点当中也说过。那同样的，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些意识的话呢，人类现在的这个不管是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层次，如果你动到了毗拉耶经和阿含经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金光明经还有楼坛经这些经典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对我们的生活是绝对100%是有利的。可是我们现在人类的话呢就是需求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这个知识大家都是知道，每天都是看一些电视每天都是，这就是对我们的媒体的导向和跟我们的平时的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从中得出来的是你的这个生活观啊。那这样的话，也许可能你的这种贪欲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增长，不断的增长，最后的话呢，就是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在想啊，我们很多人呢，应该是要有一种，少欲啊，就知足少欲啊，就是知足少欲的话呢，不要太贪婪。应该是随缘，就是不用。很多人好像每天都是一直是怎么想啊？就是一直是啊，我有很多钱多好啊，我有多少房子啊、车啊多好啊，就是包括读书的时候都是，连做梦也是这样的。然后到了这个社会上和就不一定很现实的。如果你的这个想法呢，全都是哪怕是你有点点的利益呢，想帮助这个我们其他社会上是很多的弱势群体，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包括我们自己所涉及的这个范围的这个环境也好，现在对我们这个人性的这种保护呢更严重啊，就更重要。环境污染是从我们外在就是很多人看到的事情，但内心的这个染污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知识传进到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心里。那么年轻人呢，整天都是处于一种贪心、嗔心、痴心嫉妒、傲慢。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是无妒就是妒很可怕的。确实，这种贪欲特别增长的时候呢，就是人的是自己就是没办法就是控制自己的。当你的嗔恨心特别就是增长的时候呢，你在嗔恨心的驱使下，什么恶法的时候会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呢，我们只对内心的这种关心呢，就是更重要的。那么这种道理呢，我想当然我们在一两节课当中就是不可能就是说的全部圆满的，但是呢，你至少也是要知道就是这个所谓的贪欲是什么样的，所谓的这个知足少欲是什么样。如果懂到了它的意义的时候呢，你才会明白确实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人呢，要做一些我们经常提倡就是日行一善就一日当中行一次善法。哪怕是你的身边的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些事情呢，你能做到事情呢，你去做这样的话呢会给我们的这个地球也是带来这个意义的。以前你们也许听过有一个叫做这个水底禅师就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禅师。这个水底禅师呢，他医治一个上师，医治一个师傅，医治师傅的时候，有一次，为了对他洗脚，就是端了一桶水，然后呢，他还没有洗完的时候，这个水呢已经倒了以后，就是师傅不高兴，就是呵斥他，说是你怎么这个践踏就是这个食物的价值一滴水呢，他说可以这个救活生命，一滴水呢，它可以这个就滋润就是干渴就是滋润这个干切。那么一滴水呢，它可以成为这个大海，一滴水呢，就是它可以流于这个无限的。那么你怎么会是浪费掉呢？就是当时师父呢，就是严厉的就是呵斥他。当这个禅师呢，就是听到这个师父的这个话以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害怕，而且呢，以他的这种教言呢，就是对他的人生改变特别大就马上他铭记于心，为了上师的教育，永远也是不会舍弃，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呢，就是改为这个水底禅师。有些历史上面说呢，当时因为师父的呵斥呢，就是他一方面已经开悟了就是这是佛教里面讲，他是一个开悟的这个禅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一滴水对万物的这个滋润，可能我们看来就是这是很简单的我们每天都是浪费水，每天都浪费水。但是实际上呢，你到了一定的这种时候就是你才会可能明白就是才会明白。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人不关心的时候，逐渐就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就谁都不意识到就是以前有一个比喻，比如说这个青蛙呢，就是放在这个特别沸腾的水里面，它马上跳下来青蛙慢慢就是给它降温的话呢，那它明明是在这里，但是跳不下来。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人的观念呢，就是没有这个盖过来，一直呢就是在沉溺在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理念呢，就是没办法这个盖过了。所以为了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价值观，为了
断除我们的贪欲啊，最根本的我们的欲望。这个欲望完全断掉，是我们佛教也是不要求啊。你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年轻人啊，你所有的这个欲望全部让你断掉，就是马上要剃光头，就是去寺院里面去当这个和尚当尼姑的话，那就是你也不会去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都是不会要求，就更何况说其他的，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的很多的欲望啊，这个你们应该清楚。你好好想一想。你好好想的话，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呢，比如说一个人有几件衣服就应该是够了的，就其他都是多余的这个事情啊。一个人呢就是有就是比较中等的一个房间就可以了。我们山上的很多修行人的话呢，一间小房子的话呢，就用了这个20几年的，就好多都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攀比、没有欲望的话呢，那基本上是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就已经够了。然后有了吃的有穿的可以，就不用特别奢侈的，太奢侈的。现在很多有钱的人就是看这一顿饭，就是只是在这个价值上、名称上就是多少倍，就是那这样有什么实在的这个意义呢？过多的浪费就是对我们就是导致了什么？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少的这种欲望的话呢，确实希望呢大家还是要这个训练这个训练呢。很需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训练，今天你们听了一节课啊，就是跟老师讲的一样的，比老师讲的也不好，就是所以你当一会儿下课的时候就很生气的，然后上课的时候也是，如果大瞌睡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虽然是这是一堂课简单的一个呢，但是也对自己的欲望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减少的这样的一种培训。其实我们人类很需要培训。如果培训的话呢，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就像运动员的话呢，那这个千百次的这个他就去训练，最后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运用，就是完全是运用自如的就很。包括我们动物的话呢，像杂技团的有些猴子啊，有些什么这个老虎啊，有些包括一些马就这些都是它。多少次的，就是经过这个捶打培训的。那最后的话呢，就是跟我们人几乎都是差不多了就是他们也可以打球，他们也可以就表演就是各方面都可以做。我们作为一个人类的话呢，我们不必要的那么多的这个欲望不断的在增长呢，有没有必要？大家应该可以想，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我们还是沿着这个现在的错误路继续做下去呢，还是应该所有的这个人呢，虽然的是他没有就是认识到，但是我们多少个人认识到的话呢，自己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呢有一个比较这个不过分的一种这个需求就这一点就是确实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有多少的拥有呢，都不可能是获得快乐的。以前我看到一个也是现在的一种这个事实吧有一个女企业家，就是她在美国的一个特别美丽的海滨城市就是海滨城市那里有一个别墅，那里就是带着这个过着生活好多年了。然后她的一个同学呢，有一次给她打电话，就是说是她刚好到美国，就是到那个城市里面出差，就是能不能跟她一起这个就住几天，就是他能不能住在他那，他也答应了，就是他就开着这个宝马车到飞机场，就是去迎接他。然后接了以后呢，就是他把他就是接到自己的别墅里面。那这个别墅的话呢，你们可能也知道，就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环境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周围呢，就是全是什么这个游泳池就是然后网球场就是等等，就是全都是非常这个垂入美丽的花园，就是这样。在这个花园当中的话呢，有特别就是豪华的这个别墅下面都是有好高档的这个几辆车就是放着的。然后他上去以后呢，有10几间房子呢，每一间里面就是挂的这个世界各个这个著名的这些艺术家所画的那些就全部都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就他让他就是顺便就是选一个就是里面住下来。他就问他，那你家里的人就是到哪里去了？他说因为我们就是
还是欠比较多，就是家里的这个丈夫的话呢有外遇，就是已经离开了。然后我的儿子的话呢，他也长大了，就是他有他的这个理想，就是然后搬出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穷，我现在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就是才开始哭起来了啊，就是哭起来了。我们可能有些人想有了钱的话都是不穷，就是什么都会有的，但实际上也不是。我们人类的贪欲，人类的这个欲望啊，没有控制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人什么都有的话呢，就心里面觉得是还有缺少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必备的这个事情呢，是最特别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希望呢，就是寻找一个真正的这种就知足少欲的这种这个路就是知足少欲的这个路。那么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对身边的人呢，就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这个事，同时自己的这个心态呢，就始终都是尽量去调整。那么这是真正的这种快乐，就是这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幸福。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一种这个低碳观。当然，佛教的真正的这些教义的话呢，在这个很多的经论当中呢，就是有非常就是丰富的一些理论和一些实修方法。这是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也不可能给大家全部就是说的这个比较明确。但总的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每个人要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就是身边的人，包括自己真正是生活的这个价值是什么。所谓的这个贪欲对我们带来就是什么样的？对整个世界、对外境，包括对自己内心呢，就是带来一种这个空虚带来一种空虚。如果我们自己有一种满足感基本的生活的这种，佛教里面经常这样讲佛教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佛教的观点就是说，你的生活不用太富裕了，也不能太这个贫穷了。不能太贫寒了，基本上是有着一个这个保障这个生活的话呢，这就是佛教就是所开启的。我个人是确实越来越这个学习佛法以后呢，也许是可能跟我的这个信仰有关系，但是呢，我以我的智慧来这个决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到的任何一个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特别需要。我总有这种这个感觉。那么你们也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佛教的相关的这些经论里面看就学习的话呢，对你完全有利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危害就不像我们现在极个别人就是说的那样，你不要学佛你学佛就好像学佛以后马上会出家，学佛以后马上这个入邪门，不是这样的其实学了佛以后，我们这个大多数都是在家人，就是只有极个别的出家。但出家的话呢，真正的出家人是对社会、对个人的解脱是有利益的。当然，有一些形象的出家人，不仅仅是出家人，就是在社会上也是形象的领导、形象的企业家、形象的很多的这个人呢，就是对社会和自他都是不利的。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要将环境保护的最根本是什么呢？我们要从这个心里来。如果每个人都是没有这样的动力，没有这样的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欲望的能力的话呢，那你多少次谈那个低碳生活呢？就实际上自己在这个欲望的驱使下一直在狂奔。那最终呢，就是所得到的什么呢？还是永无止境的一直奔波。那么最终呢，就是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心灵呢，真正有着明确的这个认识，然后呢，自己在这个知足少欲或者是这个少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生活的话呢，你应该是过得是很快乐的。好，今天我想大概跟交流的内容是这样的。是兰心法师的演讲。法师从低碳的生活理念为我们诠释了低碳的生活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一些人的责任和贡献其实法师在这方面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生平历史的典范。我曾经在资料上看到和读到法师的一件内衣是1993年的内衣，一直穿到今天。一条腰带是1990年的
一条腰带到至今还在用。我们觉得这个真是让我们在座的不得不惊叹和赞叹。索拉基法师的这样的非常流畅的，然后在环境方面非常有独到见解的这样的仪式演讲，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受益的。还有，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们广西南宁呢，一直是在2个多月以来，一直是连阴的毛毛雨。今天是非常特殊的，下了一场阵雨。那我也希望上师的法语就像春雨一样滋润着我们每个位的心田。让我们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